炸西芹要不要焯水呢？榨汁的时候可以加胡萝卜吗？需要加水吗？叶子要不要一起榨呢？用什么机器比较好用呢？如果你也是刚开始接触西芹汁，是不是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呢？赶快来看一看这一期影片，让你在制作西芹汁时更加得心应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坚持分享健康生活的谭小贤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之前分享过几个关于西芹汁的影片，期间就有网友询问关于榨西芹汁的一些细节，那比如放不放水啊，芹菜是生的还是熟的啊等等。那我整理了刚开始接触西芹汁朋友们通常会问的一些问题哈。那就着这些问题呢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西芹汁制作的全过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购买的是西芹，也叫做西洋芹，那不是芹菜，那芹菜是这样的，它有一些细，有一些长，那也不是香芹，香芹是这种很细很细的叶子非常多的哈。那西芹是这种粗粗壮壮的，下面非常粗，而且一般来讲它上面是被砍了头的，没有什么叶子。那大家一定不要选错哈，因为榨西芹汁是不放水的，所以每次榨汁呢其实还是比较费原材料的。如果你也是一家人一起喝的话，那可以在超市或者市场呢按照这种整箱来买。这样的话会比较经济划算。一般来说呢，一箱是20斤左右，而且西芹呢比较好存放，放在冰箱里呢1周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有朋友会问，是不是一定要买有机西芹呢？是不是超市里面买的这种普通的西芹农残会比较高，不宜长期吃之类的哈？其实呢，我们如果真正的做到清洁干净的话，那超市里买到的这种普通的西芹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1年多来呢，我们家喝的也是市场或者超市买的这种普通西芹。那就味道而言呢，其实普通西芹要比有机西芹的味道更淡一些。如果你刚开始接触西芹汁，还不太能接受西芹的味道的话呢，可以从普通西芹开始尝试。西芹呢，最好是在早上空腹喝，你可以前一天晚上洗好放在桌子上，节约第2天一早的时间。西芹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切掉尾巴和前面，然后把叶片掰下来。西芹的叶子会有一些苦味，所以榨汁的时候一般不放叶子。是否带叶子其实并不影响西芹汁的功效。如果你可以接受带叶子的味道，那加入叶子榨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来称一下这颗西芹，一会儿看看它能榨出多少汁来。可以看到它是1152克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去洗西芹啦。我会准备一个这样的果蔬小棕刷来洗西芹，因为西芹表面的纹路里面会藏着很多泥土，那这个小刷子呢，可以刷到芹菜凹凸里面的脏东西。我们先用清水刷一遍，再加入一些果蔬清洗剂，然后用小刷子把每一个西芹棒从里到外都刷一遍。我们要着重刷一下西芹背面的这个凹槽，因为这里面很容易存积一些农残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清洗干净。最后我们再用流动的水把泡沫冲干净就可以了。放在桶里沥干水分。好了，芹菜洗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去榨汁啦。那这时候呢，有网友会问，要不要焯水呢？记住一定是生榨，不是熟榨哈，因为生的蔬菜当中含有相当丰富的植化素，那具有抗氧化和抗击身体炎症的作用。高温呢会破坏这些营养成分，所以无论是西芹汁还是一些其他的健康蔬果昔，大部分都是用生的蔬菜水果来榨的。那还有就是榨西芹汁是不加水的，也不混合其他的蔬果。因为安东尼在书中说，这样的纯西芹汁可以在人体内发挥最大的作用。好啦，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榨汁的过程。我们要把芹菜切成这样的小块，差不多是这么大就可以了，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费机器，太小呢又比较浪费时间，所以我每次大概切这么大就可以。好啦，我们都切好了，接下来把它放到机器里面。我这款机器呢有一个预装食物的杯子，所以可以一下子放进去很多的食材，所以还是比较节约时间的。然后我们把它都放进去，盖上盖子就可以开始榨汁了。我这款机器呢是原汁机，又叫做冷榨机。
工作的原理呢是通过缓慢旋转的螺旋头来拧碎食物，再通过机器内的过滤网过滤出果蔬汁。相比于高速旋转刀头切碎食物的破壁机来说呢，原汁机慢速榨汁时产生的摩擦热量会更小，进入的空气也会更少，防止液体氧化，那更大程度地保留了食物中的营养。不过破壁机榨出来的西芹汁如果马上喝掉，也依然具有疗愈作用，只是这种原汁机榨出来的汁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。其实不管选择哪一款机器，都会获得西芹汁的疗愈效果。最重要的一点是选择一款自己能坚持的榨汁机。那新手可以选择一款便宜的几百元的榨汁机来开始，那等到准备长期坚持实践以后呢，再换一个更好的机器。这个是初榨好的西芹，我们还需要用这样的滤网或者是纱布给它再过滤一下，因为里面的芹菜渣子呢，会影响口感，而且呢还会增加我们肠道的负担，所以我们每次榨好芹菜汁以后呢，要这样过滤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用小勺给它再压一压。可以看到呢，这是刚才1100克左右的西芹榨出来的西芹汁，大约是600毫升左右。那我们可以每天通过这样的换算来洗定量的西芹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想说一下，如果你家里用的是原汁机的话，那肯定有2个滤网，一个是疏一些的，一个是密一些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建议大家用疏一点的滤网，因为这个芹菜的纤维比较粗，导致榨汁的过程呢，很容易让这个出渣口呢堵，而且机器在榨汁的过程中呢，温度会比用疏的这个网子的温度要高。反正到后面都是要过滤的嘛，那所以咱们刚开始用疏一点的滤网呢，会给机器省力。榨完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喝了。那如果是冬天，你觉得这个芹菜汁有点冷的话呢，你可以先用开水烫热一个杯子，然后再把这个西芹倒在这个热杯子里面，把它温热了以后再喝。记得喝过西芹之后呢，要给它在身体里工作的时间。所以如果要吃早餐或者喝水的话呢，尽量在西芹汁之后的半个小时来进行。那早餐呢，也不要吃得过于油腻。如果你没有条件早上空腹来喝西芹汁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段来喝，比如说饭后半小时或1小时，或者是饭前半小时或者1小时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那我家上小学的姐姐就是在晚餐后1个小时来喝西芹汁的。无论在哪一个时间段，西芹汁对身体都是有疗愈作用的。那刚开始接触西芹的朋友呢，可能会觉得西芹汁实在是太难喝了，所以呢，你可以从200毫升开始喝起，不要一下子给自己这么大压力，喝这么多哈。那然后再一点点的往上加，那加到1升当然是最好的了哈。不过我自己呢，喝了1年也是500毫升的量哈。那当然也没有关系，找到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小朋友喝呢，就可以从60毫升开始喝。那关于喝西芹汁之后的一些身体变化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发的这一部影片。好啦，那大家学会榨西芹汁了吗？无论是西芹汁还是其他的果蔬汁，那都是抗炎饮食的一部分。那当然，健康饮食不仅仅包括蔬菜汁，还需要优质的蛋白质、健康的油脂，还有很好的糖分、维生素、碳水化合物等等均衡的摄入。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每日再加一杯西芹汁，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那未来呢，我会在我的影片里分享更多的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知识，不限于西芹汁哈。如果你也对这些感兴趣的话，不妨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坚持分享健康生活的唐小贤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